大家听说过美国纳粹最大的卖淫窝点吗？里面关押着上百名花季少女，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学生，还有一些富家女，然后就是患有智力缺陷的女孩，她们全是被非法拐来的，每天被迫服务一些高官权贵以及社会上的盲流子们，只要不来事儿就得一直做事儿，并且他们完全没有逃跑的机会。因为这里的老大是当地警局的局长，再加上窝点藏在荒无人烟的郊外，方圆百里全是空旷地带，也就是说在这里报警是4头罗网，逃跑是死路一条。女孩们每天要做的只有5件事：起床之后先拧个验孕棒，没有怀孕的话就去洗澡，然后被带去上门服务，回来之后喝个避孕药，最后再吃饭睡觉。但要是不小心怀上了孕，那怀孕的女孩可就倒大霉了，她会被送去一个专门看管孕妇的基地，等到孩子出生之后，立马就会被高价卖给人贩子，以此挽回这10个月女孩不能接客的损失。而女孩自己则又被送回窝点，重新开始日复一日的工作。更令人心痛的是，这不单单是电影里的片段，还是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时至今日，这样的窝点依旧存在，他们拐骗女孩的方式也很简单。而这部电影仅用1小时30分就撕开了美国地下人口贩卖最肮脏的遮羞布，也能让你知道魔窟的爪牙就藏在咱们身边那些看似体面的职业里。电影的主角是个叫玄仔的韩裔女孩，长相并不是很出众，嘴里还带着一套牙箍。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没想到就被这个组织给盯上了。当时玄仔跟着朋友去酒吧玩耍，结果进去之后没多久，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就送了他们2杯酒，刚好玄仔也被男人的外表吸引，于是出于礼貌，2个女孩就扫上前答谢。而在聊天过程中，男人自称是消防员，穿着笔挺的制服，带着消防员徽章，职业体面，谈吐风趣，对着玄仔大献殷勤，还主动提出喝完酒送他回家。涉世未深的玄仔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温柔攻势，只觉得自己遇到了心动的人，丝毫没有察觉背后的危险，爽快答应了男人的提议，却不知道送你回家这4个字就是通往地狱的入场券。车子一路开到偏僻的地方才停下，男人说要去后备箱拿点东西，玄仔坐在车里满心期待，可无意间的一瞥就让他瞬间浑身冰凉。只见后排放着各种制服，消防员的徽章也质感粗糙，明显是个假货。玄仔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趁着男人还没回来，掰开车门想要逃跑，可他一个弱女子怎能跑得过身强力壮的歹徒？没跑几步就被男人追上来，一棒子敲晕在地。等玄仔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冰冷的手术台上，双手双脚被牢牢铐住，动弹不得。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嘎腰子的歹徒，害怕的浑身发抖，哀求着面前的女医生放自己离开。可女医生面无表情，根本不理会他的哀求，拿起针管就往他胳膊上扎了一针麻醉剂。强烈的眩晕感瞬间袭来，玄仔再次陷入了黑暗。万幸的是，他没有被嘎腰子，可等待他的却是比嘎腰子更可怕的遭遇。女医生取下了他的牙箍，和男保安一起粗暴地给他洗了澡，抹去了他身上所有属于自己的印记，而这只是魔窟给他上的第一课。当玄仔第3次醒来，已经躺在一间简陋又拥挤的宿舍里，房间里摆着好几张上下铺，每个床位上都坐着一个女孩，她们眼神麻木，面无表情，仿佛失去了灵魂。玄仔这才明白，自己不是遇到了普通的绑架，而是被拐进了一个有组织的卖淫窝点。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声粗暴的呵斥，所有女孩都像条件反射一样起身，排着队走出宿舍。原来是魔窟的老大过来了，因为最近的生意比较好，他给每个女孩带来了一只小猫咪，奖励他们在不工作的时候可以用撸猫的方式给暗淡的生活增加点调味剂。当然，新来的玄仔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并且警长还用冰冷的声音向他宣布了这里的生存法则：第一，必须绝对听话，不要妄想逃跑，这附近100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郊外，跑断腿也跑不出去，就算侥幸跑了，他作为警长动动手指就能把他抓回来，而逃跑的惩罚比死还难受。第二，必须时刻保持整洁，每天早晚各洗1次澡，伺候完客人还要再洗1次，目的就是严防怀孕。第三，一旦测出怀孕，立刻被送到另一处基地待产，等孩子生下来，等待女孩的就是骨肉分离的绝境。另外，警长还告诉玄仔说，他父亲虽然已经报着警，但你们家的资料我全都知道，所以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想，否则你的家人一定会遭殃。警长的话让玄仔彻底陷入了绝望，看着周围女孩麻木的眼神，终于明白他们的麻木都是被一次次的希望和绝望磨出来的。
第二天清晨，玄仔排队领到了一支验孕棒，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小心翼翼地问身边的管事，换来的却是一记白眼和一句白痴。就在他以为要被惩罚的时候，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室友拉西悄悄把使用方法教给了他，还安慰他别害怕。在这个冰冷的魔窟里，拉西的这一点善意成了玄仔唯一的光，他庆幸自己能遇到这样的室友，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份善意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消散。玄仔和拉西很快成了好朋友，两人相互扶持，在魔窟里勉强支撑着。前3天，玄仔并没有被安排接课，他以为自己能多喘口气，可他错了。魔窟从不会给女孩任何喘息的机会。3天后的一个清晨，组织的小头目刀哥拿着几件暴露的皮衣走进宿舍，径直来到了玄仔面前。Eden, take this. You guys are coming with me. I can put them on. 玄仔的心脏瞬间揪紧，他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只能在忐忑和恐惧中跟着刀哥上了车。车子一路开到郊外的一处破旧旅馆，玄仔本以为自己要开始第一次接课，可推开门的瞬间才发现等待他的是更生不如死的折磨。房间里摆满了摄像机，房间中央还挂着2副手铐。拉西明显是经历过，自己主动上前跪在了地上，然后双手就被吊了起来。而玄仔也在对方的胁迫下模仿着拉西的所有动作。紧接着，一个穿着皮衣的女人从包里拿出一根粗长的皮鞭，这哪里是什么接客，根本就是一场专门给变态客人看的凌辱表演。没等玄仔反应过来，皮鞭就狠狠落在了他的身上，玄仔疼得脸都抽搐了，眼泪止不住的流，可他不敢挣扎，更不敢反抗，因为刀哥就站在一旁，只要他敢乱动一下，迎接他的就是更狠的殴打。摄像机的红灯一直亮着，记录着他所有的狼狈和痛苦，而这就是魔窟驯服新人的手段，用极致的身体和精神折磨打碎女孩的所有尊严和反抗之心。表演结束后，玄仔再也忍不住，蹲在墙角崩溃大哭，所有的恐惧、委屈、绝望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他不明白自己只是去了一次酒吧，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折磨？于是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逃出这个魔窟。而机会在几天后真就来了，玄仔被安排了第一位客人，刀哥开车把他送到一处豪华庄园，反复警告他不许耍花样，不许试图逃跑，否则后果自负。可刀哥的话却让玄仔看到了逃跑的希望。这是他被拐来后第一次离开魔窟的核心区域，庄园附近还有不少人家，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机会。玄仔压下心中的激动，装作顺从的样子走进房间。客人是个满脸油腻的老男人，玄仔强忍着恶心，在为对方服务的时候，一口咬断了他大腿上的胡萝卜。男人疼得大叫，玄仔则趁机跑到了屋外，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希望附近的人能伸出援手。可让他彻底心寒的是，那些穿着体面的有钱人其实骨子里都是胆小鬼，看到满嘴鲜血的玄仔，一时间吓得不知所措。而就在这时，刀哥已经追了上来，一把将玄仔按倒在地，还说自己是警察，玄仔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3-2句话就骗过了众人，玄仔唯一的逃跑希望就这样破灭了。被抓回魔窟后，等待他的是警长和刀哥的暴怒，也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惩罚。刀哥把他的双手吊起来，身体则躺在巨大的铁浴缸里，然后命令手下往缸里倒满了刺骨的冰块。什么时候冰融成了水，他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这种极寒的滋味想想就不好受，可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绝望。这一刻，玄仔连死的心都有了。然而组织还没从他身上得到利益，他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1年时间过去了，杰克对玄仔来说已经驾轻就熟，并且他还从拉西嘴里得知了魔窟里的一个潜规则。在这里，不是所有女孩都要接客，想要不用伺候客人，想要过得好一点，其实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成为组织的自己人。而这位来自俄国的金姐就是最好的例子。她靠着和刀哥关系暧昧，不仅不用接客，还负责盯着所有女孩，防止有人逃跑或反抗，吃穿用度都比其他女孩好上百倍。玄仔看着金姐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心里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想办法取代她。只要能成为刀哥身边的红人，就能摆脱杰克的命运，就能拥有更多的自由，也就有更多的机会逃跑，甚至还有可能把拉西一起救出去。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住了。可就在他慢慢谋划着如何接近刀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这天清晨，女孩们照常排队测孕，拉西的验孕棒测出了2条杠。这个消息对拉西来说就是死刑判决。警长看到结果后，二话不说就让手下把拉西拖走，送到待产的基地。而拉西的离开也让玄仔彻底明白，这个魔窟里没有任何情分可言，只有无尽的利用和榨取。想要不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想要不重蹈拉西的覆辙，就必须加快脚步，尽快获得刀哥的信任，
尽快爬到更高的位置。从那以后，玄仔变得更加麻木，也更加狠厉。他每天机械地接待着各种各样的客人，面对这些人的刁难和折磨，他都能从容应对，甚至练就了一套自己的话术，顺着客人的喜好说话，哪怕是撒谎也面不改色。And where are you from, Eden? China. Oh yeah? Where? Just China. 不是三叔，你撒谎就撒谎，咋不提前打个草稿呢？怎么着也得说自己是日本人呢。玄仔就这样麻木的过了半年，半年里他见过太多女孩的绝望，见过太多逃跑被抓回的惩罚，也见过太多女孩被榨干价之后被随意丢弃，而他的耐心和隐忍终于等来了一个靠近刀哥的机会。这天，刀哥带着玄仔和2个女孩去伺候客人，可完事结账时，对方却故意少给了300块。因为刀哥长期吸毒，脑子早已浑浑噩噩，根本就算不清账。玄仔见状便好心的上前提醒，他9岁就帮着父母管理商店，所以算账的事是手到擒来。得知真相的刀哥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掏出了手枪，对着客人一顿拳打脚踢。而玄仔的这一举动也让刀哥第一次对他刮目相看。可转过头的功夫，却发现那2个小姐竟然趁着刚刚的混乱跑了。刀哥开车追了一路，都没发现他们的身影。上回因为玄仔逃跑的事儿，警长就警告过他，如果这次找不到人，自己的下场一定很难看。而就在刀哥为此着急上火时，玄仔无意间看到的那2个女孩正在旁边的商店里向老板求救。如果把这一发现告诉刀哥，那肯定能获得他的彻底信任。可这样做就是出卖自己的同胞，违背自己的良心。他的心里一边是活下去的机会，一边是仅存的人性。纠结了许久，玄仔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毕竟在这个吃人的魔窟里，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学会狠，学会牺牲别人。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也是地狱里的生存法则。而这件事儿也让刀哥彻底信任了玄仔，他觉得玄仔是个识时务的人，是个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于是从这之后，玄仔就不用再接客了，他的新工作就是坐在电话前接听客人的预约电话，记录客人的需求。这是一份轻松又有特权的工作，也是金姐一直霸占着的位置。金姐得知自己被取代后气得不行，想要找刀哥理论，可在这个魔窟里，刀哥的话就是圣旨，他根本不敢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玄仔抢走自己的一切。而玄仔也终于摆脱了被当作商品的命运，迈出了逃跑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更让玄仔没想到的是，刀哥还让他搬出了那个肮脏拥挤的宿舍，和自己一起住在魔窟的单独房间里。玄仔搬进来后表现得更加顺从，他尽心尽力地帮刀哥操持家务，打扫房间，活脱脱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刀哥被他伺候的舒舒服服，对他的信任也越来越深。玄仔就这样在刀哥身边隐忍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一边装作温顺的样子，一边在日常的交谈中旁敲侧击的蛊惑刀哥，故意在他面前抱怨警长的苛刻，说警长总是把所有的好处占为己有，却让刀哥干最累的活，担最大的风险，还说警长早就看他不顺眼，迟早会找机会除掉他。刀哥本身就吸毒成瘾，情绪不稳定，又一直对警长的压制心存不满，在玄仔的不断蛊惑下，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他彻底的反水了。因为今天刚好处理了2名企图逃跑的女孩，准备把尸体丢进湖中央。警长平时就喜欢钓鱼，于是便坐着船一起前往。可第一条鱼刚刚上钩，刀哥就从身后掏出了木棍，对着警长的头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干掉警长之后，刀哥自然而然就成了魔窟里的新老大，还创建了网上交易平台。当客户能在下单时提前得知女孩的身材长相，同时他对玄仔的信任也达到了顶峰，甚至还把他领进了待产基地。而玄仔也如愿在这里找到了拉希。此时的他马上就要生了，见到玄仔的瞬间还以为他也怀上了孩子，可再一看玄仔的穿着打扮和以前在魔窟里的样子判若两人，拉希的眼里充满了失望和质问。 Are you here with them? No. You're here with them? Duermes en la cama. You need to be quiet, because in the next room if they hear you, they're gonna kill me. Just be quiet. Shh.
来不及多做解释，玄仔赶紧退出了房间，但刚才的声音还是被刀哥听见了。于是，在回去的路上，为了测试玄仔的忠诚度，刀哥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让玄仔把车开到偏僻的郊外，然后从车里拉出来一个年轻的女孩。这个女孩是刚被拐来的，还在拼命反抗。刀哥递给玄仔一把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Will be you. 玄仔看着手里的枪，又看着女孩害怕哭泣的样子，心里的挣扎达到了顶峰。告密是一回事，亲手杀人又是另一回事。逃跑的女孩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如果他扣动扳机，这个女孩就会当场丧命，他这辈子都会背负着一条人命。可如果不动手的话，这1年多的隐忍和谋划就会全部付诸东流。最终他还是握紧了手枪。Oh my God, come here. Come here. Okay. I can't believe you're actually gonna do it. Ah, crazy girl. 原来这只是刀哥对他的一场致命考验，而这场考验也让玄仔彻底看清了刀哥的变态和残忍，也让他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决心。而刀哥见玄仔敢开枪，对他的信任更是毫无保留，彻底放下了防备，这也给了玄仔可乘之机，机会来得比玄仔想象的还要快。这天刀哥毒瘾上头，但包里的货已经吸完了，于是他把工具随手放在桌上，就出门去拿毒品了。玄仔见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跑进厨房，拿出一瓶高效杀虫剂，对着吸毒工具里喷了好几下。等刀哥火急火燎的回来后，心里只顾着享受，并没有察觉到异样。可完事没多久，他的喉咙就开始发紧，呼吸困难，头晕目眩，身体不受控制的倒在沙发上，很快就失去了意识。见此情景，玄仔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剪刀，不过它并不是用来补刀的，而是剪断了脚踝上的定位器。然后又从冰箱里拿着2管麻醉剂，之后他又独自来到待产基地。没错，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依旧想着拉西，想着自己在魔窟里唯一的朋友，他想把拉西一起救出去，这是他对拉西的承诺，也是他仅存的人性。因为刀哥的关系，玄仔在组织里已经是大人物，基地的看守对他十分信任，根本没有丝毫防备。在听闻来意后，还主动带着玄仔去找拉西，这刚好给了玄仔动手的机会。一支麻醉下去，即便看守意识到了不对，但自己也没了还手的能力。玄仔则快速冲进拉西的房间，此时的他已经把孩子生出来了，但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孩子长啥样，因为孩子生下来就被组织高价卖掉了。可对此不知情的拉西以为基地有人在帮着养，还想要让玄仔把孩子也救出去。无奈之下，玄仔只好对他说出实情，虽然心痛，虽然难过，但还是得先逃出去再说，毕竟只有活下来才有机会找孩子。就这样，2个女孩成功逃出了这座地狱。她们不敢有丝毫停歇，不眠不休地开了2天2夜，并且绕了无数条小路，直到开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确定身后没有追兵，确定彻底脱离了魔窟的监控，他们才敢把车停在路边。然后玄仔便走进了旁边的电话亭。他被拐进魔窟2年，经历了无尽的折磨和痛苦，经历了良心的挣扎和人性的考验，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变成了一个隐忍狠戾的女人。但好在终于逃出来了，终于重获自由了。他颤抖着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刻在骨子里的号码。엄마. 현재. 여보세요? 현재.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抓捕，没有大快人心的复仇，可就是这样的结局却比任何复仇都更有力量，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人口贩卖，真实的炼狱逃生。没有主角光环，只有拼尽全力的活下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玄仔和拉西，他们被困在看不见的黑暗伊甸园里，遭受着无尽的折磨。而人口贩卖的魔爪从来都不是只针对漂亮的女孩，它藏在酒吧的搭讪里，藏在体面的职业背后，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地狱离我们并不遥远，恶魔也从来不会贴着标签，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保护好自己。而更重要的是，就算坠入地狱，也不要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算遭遇极致的恶，也不要沦为恶的一部分。就像电影里说的，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不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依旧选择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拼尽全力
逃出黑暗，奔向光明。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最后还是那句话，感谢大家的观看，感谢大家的时间。我是大鱼，咱们下期再见。